他跟我太太。和你太太？你可能不知道吧？我哥和我太太同家人有过一段婚约，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也因为这件事，我太太上学的步伐一直紧跟着我哥，他们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婚约解除了，然后他和我结了婚。这其中的故事还挺复杂的，如果你想知道，可以去问我哥。我太太和我哥一样，立志献身科学。其实，我不太能理解他们。我跟你一样，没人陪，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在这附近逛逛。这个应该是属于你的。我非常的珍惜我现在这段婚姻，不想因为一段陈年旧情就把它毁了。所以我希望你和我一样，保持沉默，不要把事情闹大，但是一定要解决它。再见。再见。那一栏也要填一下。麻烦问一下，车位费是在这里交吗？是这里，先登记一下。先登记，坐吧。好巧啊！哦，哦，给我抢了。你登记完的话，在这儿要扫个码。刚下班啊？嗯。还没吃饭吧？嗯。自己做吗？对。那我先走了。赶紧回去吧，别家里人等着急了。没人等我，我室友不在，今天自己吃。你和朋友合租吗？确切的说，房子是他的，他是房东，我是房客。你呢？自己住，还是和女朋友？我和我哥们儿住。啊，走了。哎，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咱俩住的这么近。好，我扫你。好，拜拜。忘了说，
我叫杜峰。作为多年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你老公……我跟他已经签了分居协议，没公开。Ich glaube es nicht, dass er so getan hat. Nach dem Verfahren müssen wir es ermitteln. Obwohl die Anklage absurd ist, ist er einverstanden, all seine Finanzen ermitteln zu lassen. 你回来了？在这儿吃东西啊？我今天碰到你弟弟了。他找的你啊？嗯。这个戒指是他给你的？嗯。他是不是还跟你讲了我跟童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嗯。讲了多少？要不要我再补充一些什么？你不怕我生气啊？我相信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是你弄丢那个戒指吗？对。没人会这么傻啊，把刻有结婚日期的戒指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可能谁捡到给了童家人，让你弟弟误会了吧？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你不和他解释一下？不用解释啊，我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跟童家人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也在一起留学，就是在同一个研究院里，偶尔在合作上也有一些交流。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我叔叔，我们就取消婚约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文川结婚了。他姐姐就是小人的妈妈。那在你家没见过呀？小人的妈妈在小人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师爷，之前我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的想法，都是遵循家里的意见。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的地方，我跟你道歉。让你为过去的事道歉，显得我不讲道理。昨晚外婆还打电话教我，说夫妻之间不要处处的讲道理，要讲感情。她跟我说，如果我惹你生气了，让你不高兴、难过了，我就要先道歉，这样的话一定不会错。他知道我来了？知道。你看着我干嘛？你真的不生气啊？真的不生气。哎，你在德国最好的朋友是谁？德国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之前一起住的室友。那请他来好吗？我想认识你朋友。可以啊。中餐他吃得惯吗？你给他做过吗？吃得惯，我之前经常给他做各种的面。我大中华的美食被你说的好贫乏。等着。
买这些。不好买吗？我都选的是大众菜。我现在才发现，你写的字真的挺好看的。让你看菜，你看字干什么呀？走了，快快快，快去买菜。周董，所有您签字的文件都被驳回了。全部驳回？是的，说是只有梅律师签字才可以付款。但是今天是最后的付款日了。我哥在哪儿？在公寓。这是周真先生给您的。他还说，再急的项目都需要梅律师签字，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这个应该是属于你的。你不想问问我他读书的事吗？我和他是一个导师教出来的，中文也是他教给我的。难怪你中文那么好。是云氏做的吧？看得出来。我们是做这个的，我一眼能看得出，是不是周生辰送的？他和你说过？奶。他根本不可能跟别人说这个。我作为多年的老同学，我是猜得到的。为什么？他最敬重的一个导师送给他的毕业礼物，就是一块陨石。他还开玩笑的说，他中国太太常说，中国情话里面最常见的话就是把星星摘下来送给你，所以导师说让他留着，送给以后的太太。来，吃点水果吧。好，那就不客气了。怎么了？你同学说你大学时候可风流了，还花心。现在外人在，马上老实交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他就是毕业那阵，每天都会在实验室，除了学校里，对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公寓是我帮他找的，小心。刚盖好的公寓楼，租金低，主要是离研究院很近。就是有个麻烦，这个租金要交半年呢。没关系，我的奖学金从来没用过，应该够。是吗？那也厉害。你住哪个屋啊？我都可以。我住这屋，那你就去那边吧。好，可以吗？好，那先去收拾一下，一会儿见。
从学士到硕士，你家里从来没来过人。我觉得呢，博士毕业还是得来一下。路费上我借你，真的，我有钱。虽然你不说，但一个平时连小钱都舍不得的人，大家都很理解你的处境。谢谢你把我当朋友，但我真的不需要，我有奖学金。好，拜拜，朋友，朋友。我们都以为他不交女朋友是条件不允许，后来同家人说，这小子家里的条件很不错的，就是没物欲追求。回去了。小夫妻难得一见，不打扰了。Ich hätte dir Geschichten des mit dir hin. Danke mir nicht. 那天为什么送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没什么意义啊。随便送的。随便送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人类的第一件铁器就是陨石做的，这样算不算是意义非凡啊？怎么，想让我铭记铁器时代的起源？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你今晚没工作？我今天想多抽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陪陪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师爷，没事吧？没事没事，别怕，我在这儿呢，别怕别怕。睡着了？吓坏了吧？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车里，如果我也在，还能好一点。是
事出突然，又在陌生的地方，肯定更害怕。我已经叫律师去警察局问了，他刚来没几天，你实验室那边又出了问题。喝杯热水吧。还在想刚刚的事情啊？不是故意想，就是一遍遍在脑子里过。刚刚只是单纯的意外。我们去的那家花店附近有一个大厦，大厦里面的商铺，2个长期雇佣的物流公司起了一些冲突，我们只是运气不好，恰巧碰到了。我原本是想去买一束干花送给你，谢谢你做的晚餐，没想到竟然发生这种事情。你都安慰我一整晚了，说点别的。有一件事情，我本来想在买完花之后再告诉你的。什么？工作交接比我想象的要麻烦，所以这次可能要你自己先回国了。那要多久你才能回家？这个还不清楚。工作嘛，没办法的，尽快。一定尽快。好像今天都是坏事情和坏消息。我能做点什么让你开心点吗？花言巧语。什么花言巧语？说点花言巧语哄哄我。好。没了。我在想接下来要说的话。我长得很好看，对吗？是不是在你认识的人里面算好看的？或者有比我长得更美的？没有，没有比你长得还好看的女生了。你在想什么呢？啊，
为什么不吹干头发？我这几天一直在开会，耽误了很多工作，今天可能还是要忙到很晚。书呆子。我睡了，你先睡吧。要替你关门吗？不用。那我不会吵到你啊？不会啊。不关门，我才能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我才会放心。哦。真睡书房啦？你做意面啊？起来啦，我在给你做油泼面呢。你用这个做？家里只有这个面了，而且其他的调料都不全，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我之前在西安的一个工业园区里住过2个月，当时那边刚刚筹建，所以附近没有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一忙呢，也经常忙过饭点，我就跟和善的妈妈学了这个。但当时啊，我都是在电话里学的，期间呢失败过很多次。不过我现在做，基本可以稳定发挥了。天天吃这个也会腻吧？我可以做各种口味啊，各种各样的我都会做。这些啊，我全是跟我那些学生的家长取经学来的。我的这些学生啊，没有一个会做饭的。
看你做饭像做实验一样。有的人就在厨房里面做实验。厨房能做出什么？之前有一个化学家在厨房里做实验，不小心碰倒了硫酸和消失粉，他怕被他的太太骂，所以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最近的围裙，及时的把它擦干净之后拿出去晒干。本来他想把整个事情瞒过去，但最后被他老婆发现了。围裙炸成了碎片。不过他因为这件事发现了第一个可以爆炸的纤维——硝基纤维素。看你做饭真有意思，有的吃，有的听。昨天听你说要煮面，我还以为是方便面呢。我以前确实煮的都是方便面，但过后我学会了所有面的做法。你特别爱吃面啊？专门学这些？之前是觉得方便，我认为面是最方便的主食，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捷的食物。可怜。可怜？长期吃一种食物，营养不均衡。等回了上海，我们少吃面食，多吃各种菜。我跟你走。好啊，走。来，尝一尝。好吃。你不做研究员也能开面馆？我自己的厨艺我自己很了解，不值得夸。我也喜欢。等我回去。等我回去之后，我们就住一个房间。我给你拿瓶水。是不是我辣椒放的太多了？我下次注意。林叔说了，没婚宴不算结婚。我同意。那我在书房给你搭张行军床，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你没给自己做一碗？啊，我已经吃过了。我们2个人的生物钟差了3个小时。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起床？你之前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留意过。也对，你们家喜欢5点吃早餐，每次我起来大家早吃完了。好吃。来，吹风机。你留着吧，不是没有吗？等一下。这个我带走。车到了吗？已经到了。那走吧。我来帮你。我来找他谈事情，他说你今天飞走，说能送送你。走吧，送他去机场。走。
每次过安检都会想到在广州机场遇见那次。你只背了个电脑包，其他什么都没有，却被要求重新安检。那一天是我第一次被要求重新安检。感谢安检门。广州白云机场的安检门。口渴吗？有点。你等我一下，我买瓶水过来。不用，里面就……急什么？话还没说完。来，谢谢。其实我可以进去再买的，连喝2口都带不进去，浪费了。没关系，我可以拿回去，在路上接着喝。最后竟然在讨论一瓶矿泉水。更有意义的话，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慢慢说。那我走了，下飞机告诉你，尽快回来，我会想你的。拜拜。我应该给他一个拥抱的，但一直没找到机会。我怎么总是这样啊？跟他同航班回国的人，可信吗？放心吧，我多年的助手会看着他平安入境的。我的律师去警察局了解情况了。很遗憾，没有任何不妥的地方。全部证人证词都指向是一起意外斗殴事件，你们只是被牵连的路人之一。但我的直觉不寻常，你必须立刻回国，在境外有太多不确定性了。财务调查最快什么时候出结果？30个工作日。1个多月。只要你想回去，我随时能让你回国。不能不明不白的回去，我需要等待一个调查的真相，否则不仅仅是对自己不公平，更影响了这个研究院未来招收中国学生的态度。作为律师，我不支持你，但作为朋友，我尊重你的意愿。走吧。两晋之后的南北朝，皇权愈发不稳，手握军权的大将和望族掌控实权。长安地主要位，据守此处之人，常被京师忌惮。
茶叶包挂衣柜，房住，你这个单身汉一定不懂。先生，今天需要换床单被套吗？哦，不用了吧？好的，谢谢。遇到什么想不通的难题啊？想得通，但无解。是关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这算什么呢？婚姻学吧。梅先生，进来吧。喝点什么？来点微……哦，不好意思，酒都被我助理拿走了，只有饮料，冰箱里有。不用了，不渴。我们两家是世交，你我二人早该是朋友了。凭我的直觉，你我之间维持着这种工作关系最方便。你秘书送来的文件，我还没来得及看。如果你是为这个而来的，那必然要空手而回了。我这个项目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被你找到了什么漏洞？你如果怕有漏洞啊，可以让你的律师团队呢再过一遍，我不介意。反正也看不过来。那我继续等，不打扰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情。你说。我的助理们不太懂事，如果有冒犯到你的地方，还请谅解。嗨，没什么。我的律师们在工作上也是一贯追求效率，不近人情，所以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也请多包涵。对了，我讨厌麻烦，讨厌被人牵连，更讨厌浪费时间帮人，缺乏同情心，所以没几个朋友。周生辰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那个。大哥好福气。所以他在不来梅再出事，我一定会算在你的头上。
他品行高洁，我不是；他宽容，我更不是。你记住这一点。梅先生可能对我有什么误解。你是这2年唯一和他有利益纠葛的人，怀疑你很正常。那我认真的回答你，我是他弟弟，我比任何人都担心他的安危。也是啊，血浓于水，他是你的亲哥哥。不多说了，你的文件我会尽快看的。等你的好消息。嗯。喂了1个星期了，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钳子大的叫氯化钠，另一只叫谷氨酸钠。氯化钠我知道，另一个什么谷氨酸钠，味精啊，受教。哦，对了，我新家网线没装好，想后天搬，不耽误你们吧？不耽误，他暂时不回来。为什么呀？他过去工作的研究所有事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哦。你们结婚之后就没见过几次，现在又要两地分居，不怕影响感情啊？按部就班，逐渐升温中。呵，石老师，你危险啦！自我麻痹，自我陶醉。人生一回须尽欢，何必总钻牛角尖啊？行行，算你心大。哦，对了，我那个配音大赛决赛定了，在乌镇，你想去吗？你去当评委，我去干嘛？我是主评委，能带1个人。啊，哼，你们家教授去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找我啊？免费的，你去不去啊？乌镇被你们包了？没那么大阵仗，包了几家客栈，主办方给了2间房，你去的话，我分你1间。好。难办啊。也难也不难，我只是好奇这个哥哥。你说，一个背景单纯、28岁前对生意一窍不通的科学家，怎么会忽然回来掌舵家族企业呢？让你继承家业，你不愿意啊？我为了研究透他，看过他全部的论文，人家可是一个真材实料的科学家，一点都不假。要真有继承家业的想法，又何必10年如一日苦哈哈的待在实验室呢？图什么？行，你好好琢磨琢磨啊！我回去补个觉，头疼。这2天出差，没来得及回你。在哪儿呢？
我刚出差回来。出差忙得跟西西都没时间回来。这2天确实有点忙，对不起啊。哦。不过明天我休息。哦，明天我去乌镇。去工作还是去玩啊？算是去玩吧。乌镇不错，之前去玩过一次，挺好的。那个，和朋友去吗？对，我室友。乌镇真不错，江南4大古镇之一，有机会还真想再去玩一次。你不是明天休息吗？一块儿去呗，反正也不远。你不是和室友去吗？那方便吗？他出差，我随行，多带你一个，正好帮我拎包。没问题，那我晚上安排一下，给你消息。好，先走了，拜拜。拜拜。来啦！正式为你们介绍，这是都峰，这是11。你好。你好，啊，你们俩的房间和我不在一个客栈，不过离得不远。晚上我请同行吃饭，你们俩一起去吧。为什么要你请啊？上次得奖了，说好的。好的，走吧，先去客栈。给你们介绍，这些都是我的同行，刘金老师，《三秦大地》纪录片的配音老师，这位是董佩老师，那一位是万有成老师，和我一起搭档配音美人谷的。11，你介绍的也太详细了。其实大家吃饭吃着吃着就熟了。来。对，今天感谢石老师被薅羊毛了啊。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记者洪小玉，平时也是被人叫老师的。反正我们今天都一样，能够坐在这里的全都是老师。来，老师们，今夜欢聚乌镇，全放开了，开心为主啊！好，干杯！幸会。吃吧。来。这是山药吧？我跟你们说啊，等一下吃完饭了，千万不要瞎溜达。像这种水乡，大多都有故事在里边。什么故事啊？你上次不是说了吗？哎，那个江南水乡的故事，有个人住在那儿，突然失踪了，然后自己走回来。你无缘无故讲这个，你不知道11胆子小。天还没黑呢，不至于吧？晚上就至于了。行吧，吃吧。他怎么知道你胆子小啊？合作久了的人都知道，很正常。不对，不正常，非常不正常。少八卦。最后一个问题，你那个老公知道有人喜欢你，会不会吃醋了？应该会吧，不会连这一点自信都没有吧？所以我说，嫁人还是要嫁爱自己多一些的。我眼看着你怎么喜欢他，怎么开始，甚至连意识都没有，莫名其妙就结婚了，太上心了。明明自己是传世珍宝，偏就当地摊珍珠给卖了。你这都什么比喻啊？本来就是。他的态度胜过任何仪式，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成地摊珍珠。我接个电话。来，再干一个。好，干杯！干杯！开心啊！干杯！刚才在聚会，人有点多。那我开始了。开始吧。今天早上我跟平时一样，5点45起的床。不过昨天晚上不来梅下了大暴雨，所以整个阳台上全是积水。
我花了10分钟的时间把阳台清理干净了，然后又花了10分钟的时间烤了一片吐司，热了一杯牛奶。吃完早餐之后，天刚好亮。哦。最近好像有人追我。王英东啊。哦，你怎么知道？我一直都知道。你是不是想问我会不会介意啊？你可以理解为，我就是因为介意，才会想要随时掌握你的动态。也是因为介意，才会记住他的名字。真的？真的。怎么，又是混医学？如果有人追你太太，你会怎么做啊？这不就结束了吗？有人追你太太啊？那你想怎么样？石姨为什么这么怕黑啊？很少见成年人会怕黑成这样。怕黑正常呀，我外婆到老了也是不肯自己在家住，要不然就是有人陪，要不然就去儿女家住。这背后肯定是有故事啊！你瞎猜的啊？猜对了。他从小梦多，梦到的全是兵荒马乱，梦做多了，天一黑就害怕，不敢独处，不和别人说话，还去看过精神科的医生，但其实也没查出什么问题。后来休学了2年，回来慢慢好一点了，但还是怕黑。当然现在要比小时候好多了。啊，不过我妈说了，可能她就是天生搞艺术的，比寻常人都敏感。她国画特别好，初中还是我们民乐队的古筝手。初中毕业以后不想练古筝了，开始学古琴，又拿了不少奖。她这么厉害啊！你好像对她格外感兴趣啊？哎，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家石姨可是已婚喽。我知道，你跟我说过。哎，我跟你讲，我可有严重的道德洁癖啊，只对未婚的感兴趣。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同样的梦，反复重复好多次。我知道在做梦，但就是醒不来，就只能看着。梦魇。梦魇。那些水箱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故事。我之前听说过一些民间传说，但我并不相信。你是不是白天太累了？或许吧。谁啊？怎么了？哦，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不会是你说的这里都有些故事吧？有的时候，人越怕什么就来什么。你现在试着睡着，如果睡不着的话，我陪你一直说话。不耽误你正事啊？不耽误。
你刚刚说你梦到了什么？梦到我在抄历代名茶，你能背得出来吗？唐代的茶。多多少少我知道一些吧。比如，你是想让我给你背茶名，哄你睡觉？想听。我太太才是4大好声音之一，我就是一个搞研究的，我的声音也没什么特点，也不好听，我怕时间长了你会听厌。不会，一辈子都听不厌。那我试着说一些，你听着。蒙顶、姿色、神拳小团、地界明月、方山路崖、雍湖寒高、西山白鹿、霍山黄崖、婺州东白、祁门方茶、衢江宝片、祁门团黄、鸦山横纹、天柱茶、小江团、鸠坑茶、起火茶、茱萸寮，差不多就这些吧。你还想听其他的朝代的吗？十一，睡着了？晚安。给你换房间嘛，你肯定还是怕。要不然接下来这2天，我陪你住吧。好啊，那你今天晚上搬过来吧。我就奇了怪了，你半夜害怕，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呀？有人打电话陪我睡。化学教授舍不得啦。比赛要开始了，走吧。各位老师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今天我准备的是石老师的代表作《美人谷》里的片段。哟，当着本人挑战代表作，可以，开始吧。那一日，长夜破晓，三军齐出，狼烟围锦，黄沙袭天。他立于高台之上，俯瞰大军，素手一挥，70万将士就已跪于身前。这才是真正的周生辰，家臣1000人，拥军70万的小南陈王。事行违建，首先死役。是色受魂语，还是情迷心窍？当时的他并不懂得这些，只是紧紧扣住城墙青砖，心跳若泪。色受魂语，情迷心窍。他用了10年，才懂得了这8个字。
主要带了这个来，给你做的衣服。是大哥找王家订的，昨天送到，今天刚好带过来。他说你平时穿衣裳有自己的风格，没办法指定做什么，所以这些全是居家服，从贴身的到外穿的全都有。哎，这料子真不错啊！你老公弟弟对你真不错啊，带了不少东西过来。给你们都准备了，姐姐的全部同事。谢谢啊，这孩子真懂事。是大哥的意思，他说姐姐公务出差，如果单独给姐姐一个人准备不太礼貌。姐姐，我能去参观一下吗？去吧。林穗啊，怎么突然过来？不知道，早上小人说你在乌镇，他都不给大家准备的时间，就直接过来了。对了，其实还给你准备了厨子，当你同事面不好说，到时候偷偷给你做好吃的。你怎么不高兴啊？不想我们吗？我天天想你，盼着你早点回家呢。想。那我先去收拾了。小人，我待会儿回去，你跟我回去吗？不了，我就在这儿。你就在这儿？那待会儿姐姐们忙工作呢，没空答应你怎么办呀？姐姐，那你工作什么时候结束？我一会儿有个总决赛，结束以后就可以陪你了。那我能去现场吗？可以啊，但我没时间陪你。美丽，你帮我在观众席照顾他一下。今天领导们都要来，我要陪着啊。那给我票，我自己去吧。你自己呀？对，你可不许跟过来。稀罕。那我先走了。姐姐，我就在这儿看书，你忙你的，我不打扰你。好。怎么有种做人家长的错觉？帝崩于长乐宫，帝初崩，赐诸侯王玺书，南陈王。姐姐写的是不是古时候的那个周生辰啊？你也知道？知道，我族谱上有他。是个大奸臣，不过还挺风流的。风流？能和太子妃在一起，可不风流吗？太子妃是什么人？未来的中宫之主。为了他，竟然什么都不要，跳楼自尽。这可比旁人的风流多了。倒也是。我听我妈妈说，我哥就是特意要取他的名字，所以我就对他更感兴趣了。可惜就是记载太少了。是啊，资料太少，都不是好话。奸臣、佞臣、叛臣。那姐姐是想写自己知道的他吗？我写给自己看的。和你一样，你哥哥的名字取自于他，所以特别感兴趣。那姐姐写了之后能给我看吗？好啊，但是你要先把这个看完。好。南陈王得书不肯哭，曰：喜书封小，
京师已有变。小然，该走了，别打扰十一姐姐休息。姐姐晚安，早点睡。要走了啊？梅林姐姐晚安。晚安。我差点以为他要在这儿秉烛夜谈到天亮。可你不觉得他看书的时候特别招人疼吗？哪里招人疼啊？我总觉得周生辰小时候应该也这样。习惯就好。怎么了？还不想走？是不是在想，如果自己是个女孩子，就可以留宿了？你不懂，大哥是不放心嫂子，要不然也不会让我来这儿。况且，还有个追求者住在这儿，虽然构不成威胁。你们几个辛苦一点，留意一下这里的情况。是。长大了肯定是个醋坛子。我下午要去见获奖的选手，没法带你去了。如果你不想回家的话，就在这里看书写作业，可以吗？嗯。姐姐，我发现你包个山竹都比一般人高明。不都这样吗？手法看似一样，但是因为人美，做起来也像是艺术。小屁孩。恭喜你啊，又斩获3员大将。都想拜你为师呢。说哪个？听你这个领导的安排啊。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师傅，麻烦看一下案。安排好。周先生，好久不见啊！你好，美林，多谢你这么照顾诗怡。你老公来了，我们先回去了。再见。拜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突然回来了？那边的所有问题呢？都解决了？我呢，今天上午到了上海，我怕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研究和回国的问题。回国的问题，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没有麻烦，是我之前那些同事太舍不得我了，极力的想挽留我，仅此而已。还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一个，这次突然回来，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想我啦？有，我很想你。那你不走了？不走了。好。你刚才为什么那么刻意的看王一东啊？向失败者致敬。
小人还在我房里呢，在做功课。不用着急回去，让他慢慢做。那我们现在去哪？过了桥之后，往左边走有吃饭的地方，正餐和茶社都有，还有一条街是专门卖小糕点之类的东西。往右边走的话，有一个纪念堂，还有一个染坊。你想去哪？你来过几次啊？这么熟悉？我没来过。我知道你住在这儿，所以让别人提前发给我了这里的平面图看。真的？我知道是真的，就是吧，你总会做些常人不做的事。有点怪。有点可爱。那我在西安的酒店，你也看过平面图吗？那个我没看过，当时的关系和现在不一样，所以不该看的，我绝对不会看。假正经。怎么没人看着呀？万一下雨怎么办？这个时间应该去休息吃饭了吧？那我们帮他们看一会儿吧，万一突然下雨了，还能帮着收拾。要是淋湿了就可惜了，掉色了就白忙活了。行，听你的。嗯。我突然想到一个电影的情节，是我配过的。说来听听。青城被围困，小南城王率骑兵1万，日夜不停，入城增援，对抗13万敌军。20日后，援军至城下，南城家臣不抱任何期望，却忽见城墙上被头挂了数十条鸦青色的长布，破败不堪，裂缝中飞扬着。鸦青色是小南城王的王旗，那数条城墙上辗转飞扬的布匹，向家臣昭告着，此城未破。20万援军顷刻欢呼震天，声嘶力竭。这就是青城大捷。听你讲故事，我像是回到了小时候。小的时候，我没有什么娱乐的方式，外婆有干眼症，不能多看电视。所以我们晚上固定的节目就是听电台里的主播讲故事。干眼症？那现在好些了吗？身上很多小的毛病很难恢复的，再加上年纪慢慢变大，可能休息好就是最好的药了。落雨了，落雨了，赶紧收啊！赶紧收，赶紧收！我帮你们收吧。谢谢哦。我麻烦你谈一个，你娃娃女儿，你看见人家都好意思呢。今天哦，哎呀，有多大人呐，刚吃了饭的。慢点啊！哎呦，坐船回来了。哎呀，我还担心你们被雨淋到了呢。哎呀，下这么大的雨呀！他们没回来吗？啊，你们没在一起吗？没有，我有事先回来了。哦，哎，这位是？是我老公。老婆出差，千里追妻。我刚好有空过来。好好好。哎，来，把伞拿去啊！不用了，就2步路，我们跑过去。走吧。走了。哎呀，年轻人就是浪漫啊！小人。
就不打扰了。嗯。他知道你回来了？嗯。告诉他都不告诉。难怪他知道，箱子都送过来了。你刚刚在外面跟老板介绍我是什么？啊？忘了，我有说什么吗？你在研究什么？温度啊，我怕太冷了，把你冻感冒。不用把额度调那么高，一会儿会出汗。